我有一个想法，我要是给维纳斯穿上汉服，外国人不知道能不能接受。这要是49年，谁敢在大街上公开宣扬日本文化？谁敢在教书育人的校园放一座东不东西不西的不伦不类的雕像啊？谁敢在民生市场上毫无底线的宣传消费主义？照理说，当下的我说出这样的话，多少有点落后于时代。毕竟这是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，经济全球化、信息全球化、文化全球化，好像什么都能跟全球化扯上关系。我也能想到我会看到什么样的评论啊！支持全球化的会说我排外、固步自封、不求进取；学艺术的会说我不懂艺术，艺术无国界，看不惯那是我审美不行；支持消费主义的会说这只是适度奢侈、适度透支，以实用价值为导向的消费观该变一变了。那么现在我就问一个问题：断臂的维纳斯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在希腊神话里边代表爱与美的女神阿弗洛狄特，雕像本身更是公认希腊女性雕像里边最美的一座。如果我在国内大学里放一座维纳斯雕像，再在国外大学里放一座后羿雕像，大家觉得哪个能火上热搜？不用怀疑，大概率是后羿，因为在国外压根就找不到几座带有中国元素的雕像。在美国人眼里，美国最高法那座孔子雕像代表的可不是中国，是人类教育；纽约那座林则徐雕像代表的是禁毒、反毒。真要说能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，我就知道一个日本鹿儿岛的徐福像，这还是建立在上千年的历史渊源上面。正是因为太稀缺了，物以稀为贵，所以才有火上热搜的价值。但是在国内，想要什么样的西方元素找不到呀？更别说本就是西方女性雕像里比较出众的代表作。这就是中国当下的文化现状，什么样的元素都有。或许会有人说，中国文化是包容的，不排外，不偏执。但这种程度的包容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聊，普通人的印象就感觉什么都是进口的好，好不容易国货复兴有望，各种各样带有中国文化符号的商品开始崛起，却又再次陷入了形式主义、消费主义的陷阱，不重时效，重包装。来自于西方世界的奢侈品、时尚单品，各种负面消息满天飞，依旧是不割穷人韭菜的奢侈品。本该是一家之主的中国文化符号商品，要么沦为小众圈子，比如汉服。要么实用价值有了，但包装过时，很难抓住眼球；要么就是实用价值有了，也足够引人注目，但成本摆在那里，就算富人群体想要消费，都得掂量掂量自己，结果还是一个小众圈子。那么这种现象所诠释的，还是中国文化所具备的那种包容吗？就算能够完成文化融合，可融合后的文化属性还是中国文化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很直白地告诉大家，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偷梁换柱，更是文化渗透的惯用手段之一。前有儒学兴起，其众家之所长，成一家之言；后有中国崛起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怎么现在反而看不透了呢？中国文化是包容的，这是从古到今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理念。但中国文化的包容不是不论好坏，什么垃圾都要。千万不要因为一些信息的刻意渲染，就觉得文明排他一定是错误的。中国文化的包容属性只是相对来说，底层逻辑上依然还是存在排他属性的，只是不明显。严格来说，更像是一种有指向性的筛选机制。对文明发展有利的，我敞开双手表示欢迎；但是对文明发展不利的，不好意思，从哪来你回哪去。这就是文明排他的体现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其实也可以看成是文化自信的体现。我向你学习，不代表我就一定比你差，只是你的长处刚好是我比较欠缺的一部分。大家可以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文明不具备排他属性，对外界流入的文化不论属性好坏，通通都全盘接受，最后会成为什么样子？就比如我有10个苹果，你有10个香蕉，我用5个坏苹果换你5个好香蕉，你愿意吗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我就说你没格局、小气；你要是愿意，那你最后剩下的就是5个坏苹果以及5个坏香蕉。顶多就是我向别人夸下你，说你格局大，但这没意义啊！我说的只是空口白话，可你却是实打实的损失。这就是文化渗透的底层逻辑啊！开始的时候不显山不漏水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，很多人可能都注意不到。等有人注意到了，我就说这是文化交流，是顺应时代发展。多数人在这里可能就无话可说了，但对于我来说还没完。中国文明不是向来以包容著称世界吗？为什么你们这么排外啊？闭关锁国的后果难道就忘了吗？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想的就不是抵制，而是开始反思自己了。但对于我来说，这依然不是结束，我还会想方设法的渲染舆论，通过各种看似毫无关联的信息渲染同一个观点。中国文化以包容著称，不具备排他性，排他性文明都是极端文明，极端文明的结果就是消亡。看似我在骂自己可这些信息的受众是中国文明，关键说的还很对，所以那些反思的人就更加确定肯定是自己错了，这就是文化交流，是自己格局小了。可实际呢，底层逻辑已经变了，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局，接下来就是我层层加码温水煮青蛙的时候了。等注意的人越来越多，我顶多稍微收敛一下，再次重申一下，这是文化交流，或者稍微引导一下舆论，可能你们自己就和自己斗起来了。反思过的觉得过于排他了，这是不对的；没反思过的，就算坚持自己没错，但结果只能是让反思过的那部分人更为坚定。就跟2个人闹矛盾一样，如果没有人从中调和，矛盾只会越来越严重。说白了，就是不管你们怎么斗，如果没有别的问题转移注意力，最后都是我赢。
所以啊，对于一个文明而言，包容是中国文明的特点。但这个包容不代表就一定要放弃文明的排他属性，也不能放弃。就像哈佛大学一个教授曾经说过的，如果20世纪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冲突，那么21世纪的特点就是文明的冲突，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。也没必要再引用某一位伟人语录，给大家证明全球化的强迫性。因为就目前来看啊，不论自愿还是被迫，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除非所有国家都不约而同的逆全球化，否则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必将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。但是西方文明崇尚的是森林法则，欧洲的宗教战争、美国的禁牧令，还有西方世界到现在都没办法解决的种族歧视问题，这一系列问题都足以证明，西方文明在竭力保存、维护以及复兴自身的时候啊，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毁灭。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毁灭问题本身。再看东方文明，仁义礼智信这5个字贯穿整个东方文明的核心思想以及根本价值观啊，更是给东方文明带来过无限的辉煌。以人为本，心怀万物，你有长处，我可以向你学习；你有短处，我替你想办法优化，完事大家一起解决问题，扬长避短。所以西方文明存在的那些问题，在东方文明这里啊，基本都不存在。但这不是说东方文明就一点缺陷都没有，东方文明的缺陷主要还是偏向保守、循规蹈矩，跟西方的激进和扩张刚好形成了对立，这就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根源。那么请大家告诉我，这种情况下，西方文明想要扩张会采用什么样的办法？东方文明想要维护自身，抵御西方文明的扩张，又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，让解决文明冲突的形式不再局限于战争或者冷战什么的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样升级成了解决文明冲突的一种形式啊，也就是现在很多人常说的文化入侵。老话说得好，兵者，诡道也，要的就是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西方文明想要维护自身，在战争和冷战起不到足够作用的情况下，文化入侵的效果就凸显出来了。它不是说跟战争那样一下子就呼啦一下全都过来了，而是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形式慢慢渗透，直接从文明的最底层开始篡改、扭曲，直到达成最终的文化改造和思想改造。而且这个过程通常会很漫长，可能对这一代或者下一代都造不成什么影响，但是对下下一代所造成的影响可就说不准了。偏偏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包容，对西方文明的渗透来讲，比捅破一层窗户纸还简单。加上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中国的工业水平确实一般，所以在面对西方文明扩张的时候，人家文化包装、工业科技双管齐下，中国文明又不能固步自封，只能打开国门，真就拿别人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个时候，文明排他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。你有好的思想、好的产品，我可以学，但是你思想不对，威胁到了我自身的文明体系，那么任你产品再好，我都要坚决抵制。包容与排他共存，谦虚与骄傲共存。我向你学习，是因为我足够包容，足够谦虚；我抵制你，不是我排外，是因为我有我的民族骄傲和自信。我是大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